瘫痪女孩意外发现自己吃了18年的药瓶底下竟有另一层标签，但她却没有声张，继续服用母亲送来的药物。等女人走后，她将嘴里的药物吐了出来，准备看看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。女孩名叫小美，是一个智商高达280的顶级天才。从小父亲早逝，跟母亲一起相依为命。或许她那恐怖的智商引起了上帝的嫉妒。女孩打小双腿瘫痪，并且患有严重的哮喘和糖尿病，只能通过药物勉强维持着生命。虽然药物的价格极其昂贵，但母亲却没有丝毫犹豫，每天任劳任怨地出门工作，拼命赚钱供女儿治疗。小美也很争气，虽说不能去学校读书，但凭借她那高超的智商，在机械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。10几岁的她已经拥有了数项专利，并且通过自学参加了今年的高考，通过后便能去顶级学府继续深造，家里也不会再为钱而发愁。本以为日子会像这样越过越好，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却将两人平静的生活彻底打破。这天，女孩趁母亲打电话时，偷偷来到厨房，想拿几块巧克力吃，这是女孩最喜欢的食物，却由于糖尿病被母亲严格把控，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。可她却在瓶子里发现了自己的药，上面却写着母亲的名字。要知道，处方药随便乱吃是会死人的。晚上，她找到母亲，问出了心里的疑惑。妈妈耐心的表示，是药房的人把名字写错了。小美没有怀疑，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，毕竟没有哪个母亲会害自己的女儿。翌日，母亲继续外出工作，闲来无事的小美突然想起了昨天的药瓶。为了查明真相，她用自制的机械臂将药瓶取下，刚要打开门外，突然传来货车的声音。她连忙下楼，想看看是不是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结果正好和母亲撞了个正着。看着焦急的女儿，妈妈顿时明白了一切，她无奈一笑，告诉女儿等大学来信后，她将会是第一个打开它的人。女孩失落地回到了房间，拿起刚才的药瓶继续端详，却突然发现标签上有一个鼓鼓的气泡。她颤抖着将标签撕下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标签上竟然写着母亲的名字。夜幕降临，母亲再次将药送了过来，可这次女孩却没有吃下。她想看看这药究竟是什么东西。趁母亲睡着，她坐着轮椅来到了1楼，想要查查药物的成分。可奇怪的是，家里的网络竟突然断开。女孩来不及多想，匆忙回到了房间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看。翌日一早，母女俩开心地吃着早餐，妈妈貌似不经意地询问她昨天晚上开电脑干嘛。小美刚要回答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便应付地说自己想要看看通知书到哪里了。看着淡定的女儿，母亲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。晌午，母亲出门整理花坛，小美趁机给药店打去了电话，询问药片的作用究竟是啥。谁知还没等她开口，对方便亲切地叫出了母亲的名字。女孩被吓得够呛，连忙将电话挂断，随后跑到床边想看看母亲的反应。还好她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思索了许久，小美决定拼拼运气。她抓紧时间拿出电话，随即拨出去了一个号码。幸运的是，对方身边恰好就有电脑。在他人的帮助下，女孩终于得知了药物的真正作用，正是用于严重的心脏病。听到这话，小美暗自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自己误会母亲了。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彻底坠入了深渊。原来这种药片全部都是红色的。看着地上绿色的胶囊，小美心中顿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。可她怎么也想不通，亲生母亲为什么要害自己。夜幕降临，女孩小心翼翼地询问妈妈能不能带自己去看电影。母亲痛快地答应了下来。翌日一早，女孩将药片装进了兜里，怀着忐忑的心情出了门。放映途中，她借口自己想要去上厕所，拒绝了母亲的帮忙，独自一人来到了药店。凭借残疾人的身份，很快便来到了队伍前方。可店员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如遭雷击，整个人愣在原地不能动弹。Es ist für euren Bund. Hier steht, es ist ein Muskelrelaxanzführung. Und was würde passieren, wenn ein Mensch Lidocain schluckt? Die Beine würden taub werden, nehme ich an. 当小美得知真相的瞬间，母亲找到了她，看着近乎崩溃的女孩，连忙将她抱进了怀里，看似温柔的不断安慰，实则另一只手正在偷偷将镇定剂注射到她的体内。等女孩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床上，母亲早已不知去了哪里，床头的晚餐还留有余温。虽然想不通母亲为什么要害自己，但女孩明白现在必须马上逃离出去。可母亲临走前将大门死死锁住，凭借一个残废，几乎没有越狱的可能。一时间，女孩陷入了深深的绝望，但她很快便冷静了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吃着晚饭，保证有充足的体力维持行动。随后环顾四周，将有用的东西全都找了出来，一根电容笔，一大杯水，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，在高智商的人群眼中却是完美的逃生工具。她先是含了一大口水，拿着电容笔爬上了屋顶。长时间的瘫痪让她的双腿剧烈疼痛，女孩咬牙继续前行，终于来到了窗户旁边。她接上电容笔，把玻璃烧热，一口凉水喷了上去。根据勾股定理的原理，玻璃瞬间爆炸。可倒霉的是，刚进来他的哮喘就犯了，为了活命，只能重新爬回自己房间。幸好房门不是特别难开，这才及时拿到药捡回一条命。此时他必须要在母亲回来之前离开这里，赶到最近的警局报案，否则肯定小命不保。而另一边，买完毒药的母亲也正开着车往回赶。小美听到汽车的声音，吓得赶紧躲到了一旁的树林里。可当她藏好后，却发现对面是个送快递的。小美灵机一动，推着轮椅就冲向了路中央。
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找对象就来真的，上牵手，主打高学历、高质量，全面信息多重审核，假人秒封。找对象掌握选择权，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。找对象就用牵手。幸好快递小哥反应快，不然怕是要大结局了。好心的小哥在得知小美的遭遇后，表示非常同情，并打算送她去警局报案。可就在这时，小美的母亲来了，她一上来就要带走小美，幸好被快递小哥拦住。母亲告诉小哥，小美有被迫害型妄想症，整天疑神疑鬼，说别人要害她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她，她是个神经病。小哥表示自己无法分辨谁在说谎，建议一起去警局。母亲见说不过他，只能假装同意，说要跟他们一起去警局，然后偷偷回到车上，拿了一支注射器，接着趁小哥不注意的时候，一针就扎在了他的大动脉上，小哥当场倒地，而小美也被吓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锁在了母亲的卧室里。他到现在也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害他，直到他在一个小盒子里看到了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，揭开上面的贴纸，下面露出来的是一双好腿。原来他小时候是会跑的，可母亲为什么要骗他，说他是天生残疾呢？小美继续翻盒子，又从里面找出来一份死亡证明，可奇怪的是，上面竟然是他的名字，死者小美，死亡年龄2小时11分钟。这不对啊，自己明明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会有死亡证明呢？很快他又从盒子里发现一份报纸，上面记录着一起新生儿绑架事件。小美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，终于得出结论，原来母亲当年生下的孩子并不是她，那个小婴儿只活了2个小时就嘎了。痛失爱子的母亲因受不了打击，开始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。当她看到刚出生的小美活蹦乱跳时，瞬间就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，真相终于大白，原来小美是被母亲偷来的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母亲要把她变成残疾了。就在这时，处理完小哥的母亲也回来了，在得知小美已经知道了真相后，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表示自己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小美离不开他。随后来到操作台，拿起一针自制的神经毒素，准备让小美变成全身瘫痪。这是一种可怕的神经毒素，只要1针就能让人全身瘫痪。可眼前的女人却要把它打给自己的女儿，这下可把小美吓坏了。她一边往后退一边求饶，可母亲根本不打算放过她。小美没办法，只能躲进一旁的杂物间，然后迅速锁上房门。可小小的门锁是挡不住母亲的，她迟早会闯进来。看来小美今天是在劫难逃了。就在她无比绝望时，突然在杂物间里发现了一瓶农药，与其终身瘫痪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就在母亲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她拿起瓶子开始狂饮。这下轮到母亲慌了，她只是想让小美变成瘫痪，并不想让她死，于是就把她送到了医院。经过几名专家10几天的抢救下，小美终于度过了危险期。此时的她非常清楚，医院是逃离母亲的最好时机，她必须寻求别人的帮助。于是小美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地朝护士挤眉弄眼。小护士很聪明，知道她说不了话，就给了她一支笔，让她有什么话就写在纸上。可就在这时，墙上的警报突然响起，这意味着其他病房有人要凉，护士必须马上过去支援。小美一看身边没人，马上就慌了。可让她更慌的还在后面，母亲也瞅准了这个机会，她丝毫不顾小美的死活，强行把设备拆下来，准备现在就带她回家。小美虚弱地坐在轮椅上，她想向旁边的人求救，可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将她带走。而另一边，护士发现小美消失后，瞬间就不淡定了。再加上小美的留言，她一下就猜到是母亲将她强行带走。但小美此时的情况根本不能出院，否则很可能会小命不保。为了阻止悲剧发生，她让人关闭了所有出口，并让保安赶去支援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地将母女2人拦了下来。母亲不甘心，准备开枪干掉保安，结果被对方一枪放倒。至此，女魔头的时代宣告结束，小美回归自由之身。7年后，小美虽然还是离不开轮椅，但是2条腿已经逐渐有了知觉，而她也非常孝顺，每天都会来监狱看望母亲，并且还会给她带好吃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结局真是太解气了，爽。